大家好，我是阿正。在这一支影片，我要替一台14寸萤幕更换偏光膜。那毕竟上一台萤幕因为我的失误搞坏掉了，所以这一次我是要来血耻的。那现在先带大家了解一下它偏光膜变质的情况。这是全白画面，这是全黑画面，都已经达到不换不行的程度了。开始拆解咯。首先要拆掉底座，这底下还藏着2颗螺丝。这台萤幕真特别，得由前面先拆。每次拆旧萤幕，不免搞坏几个卡榫，估计多拆几次，卡榫就要断光了。不时还得研究一下怎么拆。这底下有线要拔掉。再来是两旁的卡扣，有点困难。拿起来了。这一整块就拆下来了。这还有一条小排线也要拆掉。它这里贴的是胶膜，这里也是。我不想撕开它，直接割开。不过这要很小心，因为胶膜底下覆盖的就是排线。撬开铁框架的卡扣，固定电路板。面板就拆下来咯。它正反面偏光膜都已经变质，浮现了斜线条纹。很明显，这偏光膜是45度为基础。先把一个角落正反面偏光膜都剥掉。为求慎重，每一次换膜我都要测试角度，免得我买到标示错误的偏光膜。或者因为我对偏光膜的不了解，衍生其他我还无法预料的意外状况发生。剥好了，就像这样。接着要测试偏光膜角度，所以简单的组装一下，只要可以通电测试就够了。每当安装这个排线，要插入时，必须小心不要磕碰了排线上的铜箔。以免造成铜箔剥离，最后变成接触不良。接上电脑，小心的把它翻过来，
因为我只是简单的组装一下，液晶面板并没有确实固定住，所以在翻面的时候，液晶面板一定要抓好。我用一坨卫生纸塞在这个位置，把面板垫高，因为我要在这个角落测试角度。这2小块是我从新的偏光膜角落剪下来的，并且标示了箭头，指向一致的方向。把它转一下，让2个箭头形成90度夹角。保持这样的90度夹角，用这2张膜上下夹住液晶面板，2张膜一起旋转。同时，我们观察通过偏光膜看到的画面是否正常。因为先前我已经知道旧偏光膜是45度基础，所以在这个测试环节，我只要确定每当我转到45度、135度、225度、315度都能显示正确画面，那就够了。那么测试角度没问题，就继续撕掉旧偏光膜。这膜还蛮好撕的，不像第一支影片那样留下大量残胶。直接徒手撕都可以。开始清除残胶。我拿的是新的美工刀片，手边有什么就用什么，不用特别去买刮刀。像这里胶比较厚，建议都先用刀片刮掉。这么厚的胶，如果都要靠溶剂来擦的话，那消耗的量会很大。所以先用刀片将比较厚的胶刮掉以后，剩下比较薄的残胶再用溶剂来擦，可以节省用量，也比较轻松。现在我用松香水来擦剩余的残胶，这也是之前刷油漆剩下的，不用特别去买除胶专用溶剂。测量所需的偏光膜尺寸。再一次来到 Photoshop， 我利用它来排版，可以预先规划裁切的位置，计算每条线的长度等等。我打开新画布，设定尺寸与我买的偏光膜大小一致，这白色范围就相当于新买的42寸偏光膜。然后绘制一个方块，设定为我需要的偏光膜尺寸。因为旧偏光膜是45度基础，所以我直接把这方块旋转45度，靠角落摆好。因为正反面需要2张，所以我把这方块复制一个出来，把它并排放好。依照这些方块的边缘延伸出来的线条，就是我要裁切的位置，把它标上尺寸。其他这些线段就可以透过计算来得到它的长度。排版完成，开始裁切咯。我依照刚才计算的尺寸，在偏光膜上做标记。贴上遮蔽胶带，我用它来取代画线。贴上小箭头标示方向。再三确认尺寸正确，一旦剪下去就没有机会反悔了。沿着胶带边缘剪下。我在这里使用胶带的好处是，它避免了偏光膜表面光滑不好画线的问题，而且它好撕，可以重复使用。重点是我手边有现成的，不用特别去买。接着依照先前排好的布局，把每一条线标示出来，并且裁切。
这样就得到2张适合我萤幕的偏光膜咯。准备要贴膜了，因为先前是用松香水擦的，会留有一些油污，现在我用酒精擦过一遍，把偏光膜跟液晶面板至中对齐，用胶带将偏光膜的一侧与面板粘贴牢固。我将会从这一侧开始粘贴偏光膜，我在这个角落粘上一块小胶带，稍后会用它来撕开背胶的离心膜。准备一些胶带，我要把整个面板固定在桌面上。这样就固定好咯。贴膜之前，最后一次清理灰尘。从角落撕开离心膜。在贴膜的一开始，我抓偏光膜的这只手要低一点，这样方便我另一只手把偏光膜的边缘按在面板上。注意，只有边缘哦，不建议一下手就按压很大一块范围。慢慢推，一点一点把粘贴的范围扩散开来。这第一步跨出去之后，抓偏光膜的这只手要往上抬，把偏光膜拉高，增加它与面板之间的夹角。好了，现在我换刮刀继续慢慢推。这把刮刀原本是拿来P图的，一样是用手边现成的工具，没有特别花钱去买。贴偏光膜的刮刀建议不要太软，前缘一定要平，宽度宽一点好，能够跟面板一样宽的话，一口气推到底就完成了。像我这刮刀只有面板的一半宽度，所以要分上下2段来推。至于偏光膜要拉高，加大夹角的用意是，相较于低角度，这样比较不容易产生气泡。拉扯的力道也要适中，能够把偏光膜拉平，但力道又不能大到把刚贴好的部分给撕开来。这次我有尝试过，万一产生了气泡，是可以立刻撕开偏光膜，直到气泡消失，再重新贴回去。这个动作建议是在出现气泡的当下立刻做，撕开的距离不要大于1公分，因为背胶撕开过后会有痕迹，一点点痕迹，随着时间过去，它自己会淡化消失。但我无法确定，大面积的撕开偏光膜再贴回去，这样的痕迹它能不能完全淡化消失？万一有少许3毫米以下的小气泡，来不及撕开重贴，个人是觉得可以不用太在意，因为它本身就不明显，再加上几个月过去，它也会稍稍淡化一点。整体来说，这次贴膜速度比上次快很多，而且效果非常好。我记得有少许小气泡，但几乎看不到。正面偏光膜贴好了，接下来贴背面，处理方式也一模一样，用酒精清理油污，摆上偏光膜至中对齐，在边缘贴胶带，将偏光膜与面板固定在一起。小标签现在可以撕掉，不然等会刮刀推不过去。将面板固定在桌面上，固定好了，清理灰尘，撕开离心膜。开始的时候，这只手要低一点，边缘粘得差不多了，这只手就要抬高，增加偏光膜与面板之间的夹角。完成了，开始组装咯。记得撕下保护膜，装上铁框，确认卡扣都有扣好，小心的装上排线，慢慢的对齐，轻轻的插到底。如果发现进不去，不可以硬挤，
拿出来重新对准再试一次，否则可能弄坏排线。测试一下，看显示正不正确。这大角度色差还是很大。这是白画面，黑色、红色、橙色、水蓝色。换桌布看看。显示文字也没问题。继续组装。喇叭线插回去，虽然看到它喇叭已经变直，大概也不能用了。装上底座。完成。全白画面，全黑画面，浏览网页，播放影片，看起来一切恢复正常。自行更换偏光膜，任务成功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